大哥，望良公寓怎么走？前边那个黄楼就是。哦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这车这么破了还有人修啊？这车是我卖的，你别看它样子有点难看，那骑起来一点毛病都没有。可这空气越来越差了，以后还有人骑车吗？再说你这款式看起来挺老挺旧的，我估计白送给别人，别人都不会要。这话说的，有人要，花个100、10块钱的，骑着上下班多好呀。80，我买了。什么？这车你要？你压根儿就不是纹路吧？你这是变着法来套我呢？你卖不卖吧？既然我已经秃噜嘴了，我也不跟你讨价还价，就100。100也行。你把那车架再送给我，要不然我没法装东西。那我太亏了吧？就这么定了。嘿嘿，这是哪儿来的？修车摊买的，还送给我这个架子。我来吧，也不沉。以后呀，咱们送货就方便了。真够快的。赚钱哪有慢的呀？倒酒啊！洪忠，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特能？没有，我对付老陆啊，一小手指头。他没看见他那衰样，跟我斗就他那2下，那不活该吗？就是，老陆惦记咱们家生意啊，也不是1天2天了，就得给他点厉害瞧瞧。你闭嘴！说你多少次了？最后一次啊！做生意赚钱是我的事儿，你的事儿就好好读书。以后再让我逮着你掺和物流公司的时候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哎，我读书能读出花来呀？毕了业还不是照样给别人打工？还不如先让我跟你练练手，好好接你的班啊！我呸！7老8十让你要接班，老陆那帮人什么人？都不是吃素的。你小丫头片子往前凑什么呀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可不要小看我。我30届从小到大没有遇到过敌手，我没跟你开玩笑。都少说2句吧。淼淼，你也是，今天这事都是你哥罩着你的啊，下不为例。看看，哪还有个姑娘样？行了啊，你还指望着张飞能教出杨贵妃啊？省省吧你。谁张飞啊？我怎么着也是个吕布啊。行，三国杀你想演谁都行。不过洪忠，你说你今天闹出这么大个动静来，有必要吗？这可他自找的。我先前态度特好，找他过来好说好聊啊。我以为聊明白了，可别人压根没听进去呀，该干嘛还干嘛，这能赖我呀？苏姐，6号桌客人开了香槟，咱是不是要送过来？不用了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你小点声行吗？下次我这做生意呢，你看。洪忠，你听我跟你分享，今天老陆呢是服软了，但是他车买了，你说他能收手吗？就你那套流氓习气，也就是吓唬人而已。你等他的运营证办下来，公司开起来，人家正当合理的做生意，我看你能怎么办？还耍流氓？谁流氓？我今儿没把他镇住，我算他是条汉子。他不服再来，谁怕谁？你冷静下来想想，咱们能不能找一个正当合理解决问题的方法？他滚蛋最合理。老陆为什么一而再的服软？你想过吗？你以为人家真的怕你啊？我看未必，他那是不想花那些不必要的成本。他知道，如果不把你给捋顺了，他的生意也不好干。我这儿倒是有一个可以解决问题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入他的股，跟他联营，跟他的账。以后老陆只要想在你的地盘做生意，不服软都不行。跟他联营？你开玩笑吧？苏一培，你真以为我洪忠只会打架？老陆什么人？满脸诚恳，一肚子坏水儿。是，他今儿是可以低头，
可他一旦入这行，绝对会吞了我。我今天必须断他这个念想。我跟你说，你这都是歪理儿，你知道吗？你听我。行了，今儿挺高兴的，非提这干嘛呀？快点。可以的。有衣服要洗吗？什么？啊，我办了张卡，那家洗衣服挺干净的。你要没时间，我给你拿去。神经病吧你！4件衬衫，2条西裤，1条围巾，120，谢谢。 120，那给您。后天就能洗好，你看什么时候方便我给你送过来？什么时候都行。不过呢，来之前啊，必须打个电话给我。行，谢谢你啊。如果洗得好，以后常来。好，洗干净啊。好好好。小夏，都累了一天了，别干了。我马上就完事儿了，你先走吧，我锁门。小夏，别看你来的时间不长，不仅帮了我很多忙，还给我出了很多主意，我得好好谢谢你啊。谢什么呀？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有什么好谢的？小夏，我给你的奖励。啊？拿着。奖励？快拿着。谢谢啊。别客气，早点休息啊。哎。哟，好香啊！哇，这是你做的？这么多好吃的，这是什么好日子呀？彤彤找到了？对不起，我嘴太快了，这没过脑子就说出来了。没关系，老秦今天给我发奖金了，所以我就想着请你跟家宝吃顿好的。但是我觉得去外面吃又太贵了，所以呢，你们要是不嫌弃我的手艺，咱们就在家里美餐一顿吧。哪能啊，就是你太客气了。哎，家宝，家宝，孩子呀，天生就是问你要债的，搭都不搭理你。那咱们吃饭吧。吃饭。看着就好吃。好吃你就多吃点嘛。这段时间谢谢你收留我，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以后我可以天天给你做。那怎么好意思呢？你一天够忙的了。不累，杜姐，我敬你一杯，谢谢你。咱们就饮料带酒了。太客气了。来，家宝，别理他，吃你的。给，吃块鱼。
你去看电视吧，我来洗就行了。哪有白吃白喝不洗碗的？你歇会儿，我来吧。那咱俩就一块儿吧，还快点。行，你现在呀也算是安顿下来了。我就说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哎，彤彤那边怎么样？有消息吗？我每次去找刘警官，他都在外头找彤彤，我也不能天天催他吧。趁现在每天要取衣送货的，我正好在路上可以顺便找找彤彤，也没准哪天就在路上看见了。你这么想啊也对。你想，刚来那会儿啊，你拿着个箱子，连住的地方都没有，现在都能请我吃饭了，日子会好起来的。希望吧。杜姐，其实有一天我好像看见彤彤了。在哪儿？商场，吃甜品的地方。可等我过去，他又不见了。你不是眼花了吧？哎，跟刘警官说了吗？我还看见有一个人，特别像彤彤他爸爸。啊？你是说，彤彤他爸把他带走了，没跟你说？知道，我也不能确定。彤彤刚丢那天，我去派出所看监控录像，其实我看见一个人长得有点眼熟，我当时就没往深了想。现在仔细想想，那天就是因为着急找彤彤，所以才忽略了。但那个人背影，我仔细一想，他应该就是彤彤的爸爸。那真要是他爸爸，那怎么不跟你说一声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他为什么一句话不说就消失了。哎，你这么想啊，如果真是他爸爸把彤彤带走了，那总比人贩子带走强，是不是？今天高兴，先别多想了啊。可越是高兴，我越想彤彤。挺羡慕你的，不管怎么说，家宝都在你身边，每天都能看得到，摸得着。回来啦？没拿到衣服吗？出事儿了。怎么了？这是？公司倒了，那帮人卷着款跑了。什么啊？全市这么多家连锁店，该不会真的说倒就倒吧？我去洗衣厂取衣服，大门锁着，好多人和我一样都刚知道，都等在那儿。工人也全走了，我们又去公司，公司门也锁着，办公用品都搬走了。那咱们这儿是不是也得关门了？不行，我还得去公司守着。我的加盟款，还有好多人办的卡呢。哎。哎，你在这儿呢。你来取衣服啦？对啊。真是不好意思，出事儿了，我们的加盟商跑了。我正给老板打电话呢，我想让他先把你的衣服给抢出来，可他一直都不接电话。加盟商跑了？是。还有这样的事儿？对不起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这事儿我们也觉得不是，这不是特别突然不好意思的事情。那我怎么办？我晚上演出要用，那我总不能随便弄件衣服跟别人穿的不一样吧？你演出几点？晚上7点。算了，你别着急了，也不是你造成的，我再想想办法。哎，等等，我现在就去帮你找衣服，无论能不能找到，我都给你个信儿。哎，不是，你去哪儿找啊？哎，帮我把门关上。啊，不是。小白鹿，姓夏的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
叫你没听见。你有什么事儿？洗衣服，找你能有什么事儿？今天取不了了，我们的加盟商跑了，工厂倒了，估计有好多衣服都拿不回来了。店里会做妥善的安排，你在家好好等几天吧。真的假的？全市有10几家加盟店呢，又不是只有我们一家，明天就上新闻了，信不信由你。别拦着我，我要去工厂了。工厂哪呢？昌平。哎，你怎么不跑着去啊？昌平在哪儿你知道吗？你骑车去，后半夜才能到。真的假的？昌平有这么远吗？你笑什么？我问你话呢。昌平有多远？我问你，我地毯在哪儿？工厂。上车。不用你管，我自己去。你干什么呀你啊！你干什么呀？琢磨什么呢？害怕了吧？是得害怕。知道我那地毯多少钱吗？5万多。5万？不就一个地毯吗？怎么会这么贵啊？你可盯好你们老板了，他要跑了，我就盯着你。被我红中盯上的人，要么还钱，要么挑护城河去。开玩笑呢，别那么害怕。哥们儿热心肠，没那么狠。你那店倒了，接下来怎么办啊？好好工作你也不要，非得瞎折腾。现在好了吧？哭都没地儿哭去。不用你担心，我有手有脚的，我饿不死。行。下班路，下班路，让一下，下班路，下班路。哎，对不起，让一下，你让一下。哎，这是我的，哎，这是我的，哎，不好意思，这是我的，不好意思，大姐让一下，这是我的，哎，大姐，那件白的是我的，这是我们店的，大姐，大姐，哎呀，哎，有些衣服你们别乱抢呀，都弄错了，哎，怎么这么不讲理呀你们，哎呀。这女的够有韧性的，还不出来？啊！装得下吗？装得下，车大着呢。哎，接着，你的5万块啊！你自己搬出来的？哎，行啊你！喂，在外边呢。啊！车侧翻了，在哪儿呢？人伤着没有？没行，我马上回来，马上回来。哎，用不了你了啊！那我的衣服呢？先放我车上呗。那你快走吧。快！那我回头找你拿吧。哎，对，哎，带钱没有？带了，你赶紧走吧。马上回去啊。
见到他那么倒霉。谢谢啊。喂，啊，是我到了，音乐厅是吧？行，我问问啊。没事吧？快看看那个，没耽误你事儿吧？没有，看看有没有坏。谢谢啊。啊？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可能是一天都没吃东西了，所以有点胃疼。你快进去吧，我就先走了。走。哎，我来休息一会儿。哎，你先在这休息一会儿，我演出完就送你回去，别走啊。哎，别走。不用。哎，您好，您是在白鹿吗？哦，不是。哦，这是曲和老师要的。哦，谢谢啊。他说让你在这吃完，好好休息一下，等他演出完之后，他会回来接你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不客气。阿晶，咱们敬他一个。来，辛苦，谢谢王总，辛苦，来，辛苦，谢谢。我没事儿，就是擦破点皮儿。给你放假，好好歇着。只要人没事儿，其他都不是事儿。谢谢洪总。好好的轮胎怎么会漏气呢？我走的时候真检查了呀，而且那会儿好好的呢。洪总，我在咱们家干有3年多了吧？别说这事儿，就连路上抛锚都没发生过，是吧？车是路上被查的。洪总，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。我那车检查完车况以后，我就准备出发了。然后我突然想上厕所，然后我就把车停在靠出口的那个车位上了。出来以后，我就看着那管理员在我车后面转悠呢。我说你干嘛呢？他说他溜溜。你说老陆出手了。快来。我怎么睡着了？对呀，你也不怕感冒了？你结束了？结束了。顺利吗？顺利。谢谢你的面包，特别好吃。我得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把我的衣服送来的及时，今晚的演出可能就麻烦了。不用谢我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走，我请你吃饭。啊？
不用了，我都已经吃饱了。跟我客气什么呀？你帮我那么大的忙，我请你吃饭也是应该的。走。哎，许和，崔院长，许和真不错，年纪轻轻的，台风如此稳健，真是艺高人胆大呀。看你说的，也不看是谁的女婿。崔院长，您说是吧？许和，我约了顾院长还有郝教授一起吃夜宵，你一起去吧，正好聊一聊交换学习的事情。实在不好意思，我约了人了，改天吧。抱歉。哎，谢谢。嗯，没想到你真能找到这件衣服。嗨，不用谢，那是我应该做的。主要是你那件衣服领子很大，很好找。现在洗衣店倒了，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再找其他工作呗。说的容易，你以为在北京工作那么好找呢？其实我原来在我们老家的商场干得挺好的，本来都已经要升我做店长了，可谁知道来了北京才发现，自己什么都不是。北京这么大，总能找到自己的位置。就像你说的，只要肯干，在北京就不会饿死人。嗯，谢谢。你和你妈妈的问题都解决了吗？算是吧。你说的对，天底下没有不心疼孩子的妈。你知道吗？在我小的时候，大概3年级吧，有一次放暑假，我去了乡下的姥姥家，无意中听见隔壁的一个大爷在拉大提琴。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那种声音，我特别喜欢。回到家，我就缠着我妈非要去学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在那个时候，在我们那个小县城里，一把大提琴就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2个月的工资。可我妈还是咬着牙买下来了。从那个时候，我就知道，如果我拉不好，我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我妈。那你妈妈肯定现在觉得很骄傲吧？因为她有你这么一个成功的儿子。成功？你觉得什么是成功？这个我说不好，因为每个人对成功的定义都不一样。但是对我来说，只要能找到工作，能养活自己，能找到我的儿子，供他读书，供他上大学，看着他娶妻生子，那我就成功了。你呢？我，我希望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北京人，不单单是户籍上的，而是真真正正在这个城市安家落户，找到归属感。怎么不说话了？是不是觉得我说的太文绉绉了？我明白你说的意思。我们现在只是住在北京，但我们的家不在这儿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你看，你这哪来的玻璃呀？你看我这心里全是。你看这是啊，堆了这么多车，这谁弄的？陆叔，你这样不行啊！这什么情况啊？这么多车堵在这儿。你这不也都看见了吗？哎，抓紧走啊！哎呦，你稍微等会儿啊，稍微等会儿。哎，师傅，抱歉，来这边，抓点紧吧。哎，好，这不正干着呢吗？哎，各位师傅，抱歉啊，前面出点状况，我们这儿正收拾。
哎，马上，拜托，多理解了啊！哎呦喂，快去上街上买点早点打点一下。好了，都扫干净啊！一点玻璃碴别留，小心别扎了手。您怕他干什么？他就没把您当叔。我怕他。洪家父子这俩混球，我认识他们30多年，他们什么德行我还不知道。他敢干就不怕你找，说不定啊，他还留着后手反咬你一口呢。那咱们怎么办呢？这单子咱就不接了。好说歹说都不给面子，看来我非将他一军。先甭管，干活。好，快。人家的闺女有花戴的丢钱买来。钟哥，老陆他们还没收拾干净呢，外边的车等不及都吵起来了。你这招真损啊！你怎么说话了？这老陆是遭天谴，老天爷都站在我们这边。外边缺人手吗？咱都街里街坊的，别人倒霉的时候，咱得热情的帮助别人。帮他们。陆叔，洪忠，我停车场上的事儿你都看见了？哼，也不知道谁家的小屁孩跑着我这儿闹着玩。看来啊，这小兔崽子不管教是不行啊。我当什么事儿呢，陆叔？哎，你们俩听着，从今儿起，一人睡一边，值夜班，给陆叔盯摊。不必，咱们呢，个人管好个人的买卖就行了。不过，有谁想掺和我的事儿，我姓陆，绝不答应。瞧我这不懂事儿的劲儿，这停车场陆叔的买卖，我插一脚多不合适啊！陆叔说的对，个人自扫门前雪，谁也别掺和谁的事儿，谁也别乱了规矩，对吧，陆叔？说起来啊，都是多年的老街坊，应该相互照应。谁也别跟谁做这下三滥的事儿。对呀，你说到这儿，我还真觉得最近不大对劲儿。你看看，前2天我大车翻车，今儿你这停车场又闹这事儿，咱服装市场最近不太平啊！我真得请个大师过来做法，驱邪气上。犯不着整那么大动静啊！这点小事儿还难不倒你陆叔。不过我得把话说明白。有谁再敢在我地面上撒野，我跟他死磕。老陆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今儿跑我这儿唱哪出啊？你是不是觉得这事儿是我干的？你有话直说，有屁就放。谁干谁心里明白。哎，老陆，就我干的。怎么着吧你？别急，哎，不是我跟你说，哎，就听我说一句好不好？新闻大家都看了，咱们店的衣服啊，已经全取出来了，是吧？这点大家放心，钱都是我们催你们来退的。再说了，这么多年了，还不信任我老秦吗？是不是？给我点时间，我们2个把衣服都给你们送到啊！给我点面子，谢谢了，谢谢。放心吧，我们衣服都已经拿回来了，过2天就会还给大家。对，你看，放心吧，相信我，相信我。谢谢啊，那你可一定要一定还给我。老板，对不起，都怪我，我就应该直接把那些衣服都拿回来。不过你别担心，我知道那人住哪儿，我可以上他们家去找他。算了，急也没用，事情已经这样了。要不是你把这衣服抢回来，乱子更大。关键事儿凑一块儿了。小夏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老板，这店你真不打算开了吗？你看，你有这么多客人，这个房子又刚续了约，其实你可以自己单干啊。
事儿我不是没想过，不容易啊。我跟你说句心里话，这么多年，你说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开个洗衣店，本身心里就憋屈的慌，老了，干不动了，不像你还年轻。再说这个事摆平了，能剩多少？算了，回家吧。你也别太难过了，没什么坎是过不去的。我没事儿。怎么了？笑得那么开心？中彩票了？中彩票哪有收拾老陆那个老狐狸好玩啊？我说，你还真打算跟老陆杠上了？何必呢？别劝我，不爱听。洪忠，我想把酒吧的工作辞了，反正我在这儿待着没什么意思。辞干嘛呀？辞是工作，少挣一份钱。我可以再做一个大一点的铺面啊！你看啊，你做物流啊，我卖服装，这就叫做夫唱妇随。没文化真可怕，咱顶多算是一对傻的亲兄弟呀！哎，我说你能不能当我是个女人啊？你女的呀？在哪里？在哪里呀？谁呀？接电话去啊！姐，我出去一趟。这么晚了，你干嘛去？我去找人拿点东西。对了，三里屯在哪儿啊？坐公车能到吗？大半夜的，你去那地方干嘛呀？我洗衣店了有一些东西在一个朋友的车里，我得去找他拿。哎呀，你明天去不行吗？那地方人杂，醉汉又多。再说了，谁知道他安不安好心呢？应该不至于吧？啊，没事儿，我会小心一点的。关键是不能明天去，因为那个朋友不好找。行了，不跟你说，我先去了。哎，等等，那你把这个拿上。干嘛？防身啊！看你笑，真的。不至于吧？哎呀，就是拿着吧，有事给姐打电话啊。知道了，谢谢。小姐，几位啊？哦，我找人。找人？男的女的？结婚的还是没结婚的？要不要我帮你看看啊？干嘛呢？这么招呼客气？我去找他。那你们慢慢聊啊。行啊，你呢？你这是大灰狼变成小白兔了？走啊！我的衣服呢？着什么急呀？坐一会儿。站那跟招财猫似的。我就不做了，拿着衣服我就走。对呗。我喝了多久？我还不会抢衣服呢，不也帮你抢一车衣服？大白鹿，没欠你，拿出点诚意好不好？嗯。还说不能喝，平时没少喝吧？能喝完吗？车在哪儿啊？把钥匙给我，我自己去拿。你傻呀？我出来喝酒开车，找警察抓我呢。那你还叫我过来？要衣服了？太下白路，我觉得我真欠你的。等着，喝完这瓶酒，拿衣服。那我下去等你吧。啊？哎，哎，啊，是谁呀？我招。
武章，武章，哎，干嘛呢你？